是你吗？啊，姑娘有礼了，在下司空长风。你可是来自魏城？魏城？你的家乡是哪里？我不记得了。那方才那支曲子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这个人是记性不好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姑娘莫要生气，我的确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小在江南流浪，兴许是哪位萍水相逢的旅人教我的吧。只是刚刚听见姑娘奏起，忍不住跟着吹了一番，还请姑娘莫要见怪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是我失态了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走吧，刚才的事，无论是关于我那哥哥的，还是我的失态，都不许说出去，破坏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老叫我做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有个妹妹的。你这个人好生梦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撵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从小漂泊四方，未曾羡慕过别人有爹有娘，但却一直羡慕别人有个妹妹。好像有个妹妹，就像是有了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能够有个妹妹让我守护，那一定是一件特别让我骄傲的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姑娘，你那个哥哥叫什么名字？魏洛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魏洛里了。你这人，竟敢三番两次占我便宜！姑娘未曾用力踹我，说明也并未真的生气。姑娘，虽然我忘了自己是不是魏城的人，但你我都来自江南，也恰巧会同一支曲，这说明你我二人与缘分有关。方才我说我想有个像你这样子的妹妹，也是认真的。的确，你我才初次相见，莫名其妙突然多了个大哥，你不适应也是应当的。是我逾越了。我不是来自江南，我的家乡……你又套我话。冤枉呀，姑娘！我有个朋友曾说过，这世上话术是骗人的，但音律不会，因为音律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、最干净的东西。所以，姑娘，不管你的家乡在哪儿，你最意的地方是江南，最在意的人也在江南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百里东君。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累了，就不陪公子聊天了。玲珑，送客。姑娘，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，姑娘的琴，我的夜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个读书人。可我怎么看，都是个浪客。
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喜欢，不，是不讨厌他。挺有意思的人，不是吗？尹世珍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被师傅盯着练了一整天的功，想找你喝酒放松一下，结果你却不在，好没意思。啊。你去了青楼？嗯。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果然，脂香扑鼻，一路的夜风都吹不散。你就是去了青楼。那其实不是青楼，那叫百花楼，是听曲儿的。我之前还听说，师叔有一个最喜欢的姑娘，结果转眼间就去青楼寻花问柳。想来师叔对那姑娘也没那么喜欢吗？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那是雷二师兄带我去的，而且我去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。你去之前不知道，你去之后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胭脂气那么重，定然是在那处待了好一会儿。我是待了好一会儿啊，但那是因为后来雷夫人去了，然后我的一个好兄弟又邂逅了一个女子，然后，哎呀，怎么就解释不明白了呢？无中生有了。是，我是去了青楼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生气那是因为我整整练了一天的功，你却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心里不痛快不行啊！哎，尹世珍，你还是听我。不要脸！我招是惹谁了我？不是要谈叶鼎之的消息吗？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和百里东君吵了一架，还给了他一巴掌？算了，还是找机会联系齐轩吧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哟，这么快啊！对啊，难道要很久吗？哎，各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风姑娘只是聊聊音律，绝对没有伤她清白。我呸！你聊音律怎么把头发聊散？啊？风姑娘此前一直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是谁呀你？不是你凭什么？你怎么敢？各位，我这个头发是因为……行，兄弟们，别听他废话了，给我打！哎，各位英雄且慢！不是，你别让他跑了呀！追呀！打呀！小姐在想什么？该歇息了。玲珑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李哥哥的事？小姐是想找人谈心吗？谈心吗？可能是忽然想找人倾诉，害怕时间过得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就被灭了门。我师父带着我逃了出来，在路上
他捡到一个小孩儿，那个孩子就是魏洛里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摘下一片叶子，在檐下望着月亮，吹那首《江南月》。每次，只要他一吹这支曲子，我就知道他也想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师父带着他拿着剑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说，我师父和李哥哥都死了。小姐，故事讲完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魏洛里，你的家人呢？都死了。李哥哥，以后我们就做家人吧。赌约？是，陛下。白丽东军以酒约战谢师，要取那12年陈酿的秋露白一事，整个天启都知道了。这壶秋露白乃是陛下继位第3年所酿，酿好之时，陛下曾有言：若12年未有人能将其取下，便在酿好之时的秋收之日，用以祭祀。眼看这12年之期将满，百里东军这样做，岂不是明晃晃的在打陛下的脸？陛下，祭酒先生到了。字写的挺好的，有点意思。理儿嘛，太次了，装霸气。当年先生为孤赐联时，孤还炫耀了许久，可如今先生自己却看不上眼了。人嘛，总是会对自己的过去嗤之以鼻。参见陛下。赐座。是。先生，喝茶。这茶可是男爵特有的凤凰雪片，不可多得，尝尝。陛下今日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孤年少时好诗书，不善武功，母妃也并不受宠，
在皇子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幸而身边有2个好兄弟，一个出身云溪叶氏，一个来自西林百里家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将才。在他们2人辅佐下，几经生死，才登临着至尊之位。后来姑犯了一个错，现在想起，依然时常后悔。方才听了一个消息，所以叫先生来，想当面谢谢先生。这么说，陛下是想谢我救了叶鼎之？正是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又何不翻案呢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又是帝王颜面。行了，你的谢我也收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走了。等等。姑此次叫先生来，其实还有一事。听闻先生近来新收了一名弟子，姓百里。百里东君，那是你的另外一位结义兄弟百里洛尘的亲孙子。这次洛尘的孙子来了天启城，姑想见一见。不必。先生不是说过不会过问朝事吗？百里东君不过是我座下一名寻常弟子，既无官职也无爵位，他的事又如何称得上朝事？堂堂镇西侯府的亲孙来了天启城，却不来见姑，成何体统？那你去问镇西侯的罪啊！反正你已经杀了一个兄弟，也不愁再杀第2个。嘿，陛下，你又何至于做出这种情状给我看呢？你放心吧，百里东君不会一直留在这天启城的。我准备带着他离开这儿，四处游历，几年之内他都不会再回来的。可先生是祭酒，既然要离开，祭酒的位置，自然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。告辞。如果我执意要留下他呢？你可以试试。先生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过强啊？是吗？姑觉得在先生面前，先生才像是君王。我乃天上谪仙人啊，世间的君王，就别折煞我了。师父，虚怀公，不过尔尔。春风吹过，这次最耀眼的场面下的大地，陛下，大限没入，过了。为我江湖的模样，鲜艳的来了赌场，穿行在青云之上。这在金川，烈水瓦砾，在那尘埃山上搏击，这是黄河，那的天地，我知道该李先生，小齐啊，今日也入宫了。哎，您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也入了天启，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。先生入宫，苦的却是我，还得装模作样的来这里打一场。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
哎呀，所以我来了，我怕你疯了，把皇帝杀了。退下来！演的太过了吧？穷战走，让爱人越冒头。陛下，国师内陆也过了。青春也是王，战胜爱战胜破译，这是黄河，那是天际，我会知道该往哪去，不是前进，不是美玉。陛下，李先生，李先生已至宫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转身了。转身了。转身望着这里。穷战斗，让爱人最后头。大家紧张了？恐怕是毕生修为于今日毁于一旦。本来是一个杀人之局，见我北离大内高手之力，杀传说中的天下第一人。自负了呀，瓮中捉鳖，结果自个儿成了这个鳖，感受如何？春风吹满了脸庞，把你的心事所想，为我照顾了模样，谁人的爱的鼓掌，从我前面的歌，把你的心事所想，为我照顾的模样。李长生这是何意？怕是在提醒陛下，暂且还是不要打百里小公子的主意为好啊。意思送到了，就不吓你们了。你回来了？还没查到吗？他第一次说要离开，是收百里东军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二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，像从前一样，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已。不可能！若风，天下百小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，学堂祭酒李先生。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百小堂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天下百小，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因为
你身上有枪意。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韩一，叫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哼，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！完了，雷梦莎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一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！哎呀！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，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。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
师傅。啊，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，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？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
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。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哎，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雨季发现叶鼎之，同样身负天生五脉。如今，就算没有百里东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狼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
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。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。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黑子锋锐无匹，把白子逼于一隅，是要赢了。可这白子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，不是吗？师父也说只是可能。白子机会过渺，而代价太大。更可能的是，全盘皆输。方才我见到了一只雪国的白鸽飞过，身形矫健，很是优美。来了。徒儿，你可还记得为师对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你来了。